有请主持人赵创。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一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博宏于老师，欢迎于老师。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陆琪老师，欢迎。涂磊涂老师，欢迎。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分享4位老师的人生智慧吧，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在一起半年多了，每一次说要结婚，到最后都无疾而终。在这段感情里，我付出了太多了，他却从来没有给我任何承诺。他到底要不要娶我？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他怎么不相信我喜欢他呢？我不是不想娶她，真的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啊！再给我点时间不行吗？我今天来就是要让他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他还是这样模棱两可，那我觉得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一起了。我做了这么多，但他还是看不到我真心，一直逼着我，我的压力真的很大，我该怎么办啊？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肖先生30岁，来自黑龙江运营；李女士26岁，来自黑龙江运营。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人家逼婚来了，你什么态度啊？我想结婚，只不过是他就不想娶我，就这意思。不是，我只是最近因为工作可能是不太稳定，所以说我想沉淀一下。啊，为啥要逼婚呢？他就不想娶我，然后他总想着娶他前女友。就是我俩在一起之前，我心情不好，他能就是说陪我打3个小时的电话，我就觉得这男孩对我挺好的。然后结果在一起之后呢，我俩连话都没有。因为以前就是在异地，他在东北，我在北京，那可能说是我认为是语言表达上的关心。你不是语言表达上，你就是忘不了你前女友。不是，他跟我在一起之后啊。他跟他前女友一起那个照片，我说你删了吧，你这让我看着我多恶心人。那个我跟你解释过，那不是我前女友照片，只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同事而已。不是前女友的情况下，你能就这么搂着人家拍照呀？因为我妈告诉我男女有别，我妈也告诉我从小不和男孩子靠得太近。你妈有没有告诉你不能逼男人结婚呢？我问你，正常情况下，在我手机里翻出一个老爷们儿就这么搂着我照片，你怎么想？他跟他前女友3年的聊天记录都没删，留着恶心谁呢？最起码你尊重一点我呀，我是你现女友。他前女友去打针去了，这个心疼他，那个心疼他，那些话全都在上面呢。你干嘛要看呢？你这不恶心自己呢吗？那我就给自己恶心着了。对呀。忘了删了。那你咋不说把你吃饭忘了呢？你昨儿吃了，你今儿别吃了呗。你心里还有前任吗？没有，没有不就完了吗？这点我给肯定没有。没有，他手机里边有一张他搂着他前任的照片。不是说了那是女同事吗？我见过他照片，我知道那是谁，他就骗人。那个我可以保证，我现在手机有我以前同事短信，你可以去求证，那肯定不是我女朋友。行了，这事儿咱就不绕了，姑娘。不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打针心疼可以，我算你有情有义。我自己一个手提了吊瓶，一个手开门，我这回血都回成啥样了？我给你发小视频，他给我回了一个是那时候是我在北京，那时候我俩工作都忙，我没注意到。哎，就一个男人都对你如此这个冷漠不屑了，你干嘛还非要嫁给他呢？你告诉我。我现在就觉得我特别缺心眼儿，我都不知道我图啥。啊，对呀，你图啥呀？主持人不是这样的，就是很好朋友的时候就是了解过，他很缺乏安全感的。要我也不能从北京回到东北，我这回东北之后，你好意思说你从北京回东北？他从北京回东北是我去接的，他连票都没买，就天天跟我说你回东北吗？回，然后就没信儿了。我说你辞职了吗？没有。我说你现在去找你领导，你辞职去，然后后天我去接你。行吧。等于你从北京给人绑回来的呗，就这意思呗？不是，其实我已经跟领导说好了，只不过就是手续没办而已。你过了1、2天，第2天我出车祸，我死了，你连人都见不着，是这意思吗？不能这么说，他就是去不去北京求我，我也会回去的，我也回东北，因为我相信两地分居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那你觉得你现在跟我有好结果呗？你啥结果呀？你说。一年行吗？就1年，就等1年的时间。那你这一年我干不上啥，我死了呢？
怎么可能？你们看见了，是我现在已经急成这样了，他还毫无反应。我们俩在一起半年多了，每一次吵架就是我吵完，我还得回去哄他去。怎么回事啊？离不开他呀？害不害羞啊，姑娘？不是，他心里有我，我知道，但是怎么说呢？他缺乏安全感，找工作我也没去找别的工作啊，我直接进到他的公司，基本上24小时都在一起了。如果说你说你半年情况中出现意外的话，我希望我死在你前面，我不会让你死。你聊来聊去还是给我聊死了，就是我死了，你跟你前任啊，你出人头地了，你功成名就了，回去找你前任，你俩双宿双飞了呗，是这意思吗？不，说说为什么要嫁给他，好不好？就我俩在一起之前，他人挺阳光的，为人也挺好的，懂得照顾别人。就没想到这照顾他就是一空调，逮谁照顾谁呀？啥意思？就是有一次他以前一同事来那个东北找他，白天就玩了一天了，挺累的了，然后中午我就没吃饭。然后我说那个回去休息一会儿，然后晚上再出去吃个饭、唱个歌就完了呗。他倒好，他跟那男同事上宾馆了，俩人在那玩游戏，我发微信也不回，饿到晚上7、8点钟都不搭理我。我觉得我们俩说话不在一频道上。我问你这孩子怎么都这样，你还非要嫁给他？你应该回答我，你为什么要嫁给他？结果你给我的回答是，他宁可跟陆琪在一个房间睡觉，他都不跟我吃顿饭。我的意思不是应该离开他吗？那你为什么还要逼他呢？他再不好，我也喜欢他。就是你也觉得自己疯了，是吧？不疯能这样吗？怎么把人一好好姑娘给弄疯了呢？你又中央空调，又怀念前女友，他还天天非逼着要嫁给你，为啥呀？其实他心里有我，我也有他，这点我俩都知道。我也很喜欢他，我也真心想娶她，就是因为他想快点结婚，而我呢想在刚回到东北，在这公司里面工作再沉淀一下，有点成绩之后，然后再娶你，希望给你更好一点。去你家里的时候能更开头一点。你的更好指的是啥？我要什么更好的呀？我爷我奶结婚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不也过得挺好的吗？我知道你爱我，你不在乎这些，但是我不一样，我想得到你家里的人更多的认可。得到我家里人认可，他都快走到我家门口了，他都不跟我回家，他说他要娶我，谁信呢？那时候没准备好。现在结婚不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彩礼啊，或者是姑娘家有提彩礼的要求吗？我家没有提彩礼的要求，还有再等2年，您32岁了，我算你活到60。你再要个孩子，你33岁有个宝宝，你60的时候连孙子都抱不上了，你就没了。不，你怎么就给他规定他就只能活到60呢？我就是打一个比喻，就是说他这么想的话，他可能连孙子都抱不上了。所以我必须打断你一下。现在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82.5岁。哎呀，一个马上就要迈入60岁的男人就别说了，一说显得咱多心虚啊，咱不心虚啊，咱不心虚不红就吓着了，我心里也咯噔一下，你知道吗？我不是说针对谁，也不是说怎么样，就是说我觉得他的人生是没有规划的。是，你的人生是怎么规划的，姑娘？你就说你吧，别说他了。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年底最晚就是明年年初把婚结了，然后出去旅游，然后要个宝宝。行，你实实在在的跟我说，这个男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对你怎么样？他对我挺好的。挺好啊。就是儿子对妈的那种好。我一天就跟带个娃似的，你知道吗？啊，你愿意吗？我看你挺愿意的，对吧？不是有，我就是受不了了，我太累了。那你结婚之后不是更累吗？结婚之后，你最起码你得成长，你是个男的，你要负起责任呀。他不因为他结婚了，他就从男孩变成男人了，你知道吗？你还是妈，而且你得从1个娃的妈变成2个娃的妈，这你自己规划的吗？怎么说呢？因为我俩的性格可以说是互补吧，因为他性格比较刚强一点，比较像女强人一样。你呢？我性格比较柔一些，慢一点，什么事儿我都顺着他，这不能是他这么要强，我再跟他去针尖对麦芒。我认为你见过一个老爷们天天追着屁股后问你今天吃啥呀？明天去哪儿啊？这个结婚之后，如果你还是当他妈的话，怎么办？离吗？你能让我一直当妈吗？是你脾气太强了，是我就一直在迁就你。很多事情我也能做主。我怎么你了？你迁就我了？很多事情我也能做主。
行了，你们俩现在的现实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刚才男生给描绘了一个，上班就见面是吧？对。下班你就送他回家。平常怎么交流呢？还能生活，还能工作，都有。你们俩还谈过生活呀？咋谈呢？就是规划结婚啊，以后啊。规划过吗？我规划过，我说结婚了，好，完了。啊，那时候我跟他说过，我说我刚回到东北，我说1年时间，说年底的时候。听明白了，这姑娘就是等不到年底了，是吧？不是说我等不到年底，他说的年底是说等年底去我家，也就是说他要到年底。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你要么娶我，要么就分手得了，谁也别耽误谁了。好，我肯定要娶她，不能分手了。我喜欢你，我爱你的，你就能稍微给我一点时间，就一点点。好像听起来很乱啊！你觉得这姑娘是不是疯了？你仔细梳理一下这个逻辑线索，你就发现了，其实一段这样的恋爱关系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一个男生在生活的细节处，知道如何去讨好一个姑娘，让这个姑娘沉溺于其中；而在现实的安慰之处，男生总是做得不那么好，女生就产生了一个幻想，这样一个男生对前女友也算有情有义，虽然很娇嗔的说，你看你怎么那么对你前女友啊，实际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有比较，他觉得对前女友是有情有义的，所以这个男人大概也该对我有情有义。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半年还处于在一个热恋期期间，两个人的情感按照女生自我的描述已经出现了太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女生说对她的关心少，在恋爱的互动性当中，男生的主动性差，甚至在对待这段情感的最终态度上面，两个人的差距也很大。女生的态度是我们必须要在一起，男生的态度嘴里说的是我娶你，也是要在一起，但是心里是不是这么想，我也不太清楚啊。来，各位老师，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从恋爱走向婚姻，它是一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过程，它是逼不得、催不得的。你今年也只有26岁，而且更让我疑惑的是，作为女生，她在物质上没有任何的要求，而男生呢，偏偏要创造物质条件，然后来满足她。我们看到女生似乎有点咄咄逼人，甚至有点无理取闹，但我们能读到你内心的这一种缺乏安全感。其实你比我们谁都明白，你为什么要逼他？除了爱他，你也怕失去他，对吧？对。男生刚才口口声声说，你和前女友一刀两断，但是3年的聊天记录，等到现女友发现以后才删除。爱情当中，我认为最忌讳的是有一件事情，幻想着两个人的未来，却都惦记着对方的过去。很显然，你惦记着男友的过去，而男友呢，他也牢记着自己的过去。你和前女友断了，我信，但是在情感上，在内心有没有彻底淡，你比谁都明白。如果他逼迫当中走进了婚姻，你们的婚姻是存在着风险的。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你的模棱两可，换不来他的认同，他会更加的咄咄逼人。所以我认为今天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合和平台，说清楚。如果说他犹豫，那就分手，分手可能对双方也是一种解脱。谢谢大家。好，谢谢包红兄。你看你俩的状态，一上来，这边都炸了锅了，那边稳如泰山啊，是啊，就是那个拳头砸在棉花上，特别让人可恨。他可能只是用语言表达和他那种情绪，会让大家觉得这个女孩是疯了。但你知道他生气的那个点是你没有回应，什么时候去？不知道，你再等我1年。结婚要做准备的，首先咱们为了结婚要先去见双方的家长，
提亲也好，拍婚纱照也好，订酒席也好，订婚纱礼服也好，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奔着这个结婚去的。我们有这些行动和准备，是证明你要娶她的，而不是一个字儿娶。所以对你来说，你压根儿就不想娶，你就别说娶。你告诉我，1年之后就结婚，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开始订酒店了？你有这方面的行动和准备吗？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所以就不要告诉他说我要娶你，姑娘，就是你现在把自己逼成一个什么境地呀？就是你说结婚跟买衣服似的，你让结婚这件本来很神圣的事儿变得一点都不神圣了，然后人家也不把这个当回事儿了。反正我就是现在，你让我结不了，你让我做准备，我也准备不了。你就是要一时间嘛，我给你时间。而且你真的想嫁给他吗？他就明天跟你说走，咱俩领证据，你去吗？我去啊。你去啊？你对自己太不负责任了吧？一个忘不了前女友的人，你跟他结婚啊？你这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嫁给他是吗？你明明知道他不想娶你。你明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就在跟自己较劲儿。你较的这个劲儿是好胜心和不甘心。你觉得拿自己一生的幸福去较这个劲儿，最后你较赢了，你赢的是什么？你赢了这个劲儿了，你输了你自己的一辈子，值吗？所以你想清楚、想明白这个问题。喜欢是喜欢，真的爱吗？你如果真的爱他，你天天把一个男人逼成这样，你不心疼吗？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啊！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好，谢谢沙达老师。我想聊一下关于成年人的情绪控制的问题。你站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我看到的是一个完全被情绪吞没的姑娘。你没有能力控制你的情绪。其实你看说了半天，你说清楚他的前女友怎么样了吗？你说的话都是情绪的话。你做的决定都是情绪的决定，你整个人是被情绪吞没的。认知心理学里面说，人分2个思考系统，一个叫感性的思考系统，一个叫理性的思考系统。理性的思考系统可以让你做出正确的决定，感性的决策系统让你做的所有事，你好像是我逼婚，但你所有的逼婚是让你离这个结果越来越远，因为它满足的只是你的情绪而已。作为一个成年人，一定要有对自己有足够的情绪的控制能力，你才能够做成事儿。你说你要结婚，这是一个结果，你要做成这件事儿，你是需要理性的去思考我应该做一些什么。你觉得你逼得越厉害，他就越愿意娶你吗？你觉得你越上赶着骂他凶他，他就能够离前女友越远吗？婚姻首先它是法律契约，其次它是人际关系，它并不能催熟一个男人，也并不能让你有足够的情绪管理能力。所以现在你最需要做的不是站在这儿，你要逼婚，你要怎么样？回去看看自我，我怎么了？我的思考呢？我的理性呢？我读的书呢？都去哪儿了？找回那个可爱的你，才是你现在最需要做的。谢谢大家。好，谢谢陆琪老师。我今年42，女儿才3岁，我指定抱不上孙子了呗。我指的不是一个年龄，但我指定不是人生赢家了吗？这跟人生赢家没关系、啊。不，你所描述的所有的一切，不就是一副人生赢家的状态吗？该结婚的时候结婚，该抱孙子抱孙子，该旅游旅游。你那么想嫁给他吗？不是，你是想嫁给他能给你的婚姻，不是想嫁给他。我也见过那种一心一意想要娶一个女人的男人，他们不会打着幌子说1年以后、2年以后，而是当这个女人想要嫁给你的时候，我倾其所有，我目前能够做到的，我先把你娶了，尽可能的为你营造一个家。所以那些种种说我物质条件没有达到，我希望得到你的家庭的认可，我希望比你的前男友更强，我希望能够有更好丰硕的物质条件再娶，那都是幌子。所以你也不是很想娶她，还谈什么相爱呢？没有那么一心一意的想娶，也没有那么一心一意的想嫁，还谈什么结婚呢？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
听懂了吗？听懂了。我想要的不是他想给的，他想给的不是我想要的，是这意思吧？不是，我是真想娶她，不管别人说什么。啊，娶呗，娶，啥时候娶？就等我1年，好吗？给个日期，就1年以后的今天。我想知道你等这1年是等的是什么呀？节目录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人生其实有很多无奈的东西。姑娘，你的这个无奈哈，就是你们这段情感关系当中的无奈，其实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无奈的一个集合和总成。每一位老师其实都是发自内心的把他们看到的问题帮你们提出来了。这个现象其实在现代的爱情生活当中挺多的，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们要沉下来想一想，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恋爱是什么？是一种互动关系，对吗？你们互动的关系好还是不好？很明显现在已经有问题了，所以我也不再多说了，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去不去？我甚至给她准备的是一个手捧花啊，因为她经常问我什么时候娶她。其实我着急，我家里也着急，就是我就希望你能给我一点时间。你再看看手捧花，它有一个发套，这是我第一次回东北的时候，你送给我，戴在我手上的。那时候短视频上说了，说戴上这个手套，我就是已经有小组成人了，不能大了任何的异性。所以说我一直遵守了这个原则。我真的很喜欢你，也很想娶你，我也很爱你。姑娘，那什么呀？他给我买了一个那个孙悟空的那个紧箍咒。啊。他说我整天就跟个猴似的，他就是如来佛。是。给我戴个紧箍咒，就逃不出他手掌心了。你要是不娶我，你就拿走吧。真的喜欢你。回吧。来，请关门。请开门。这手里什么呀？我刚才看见的，就是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愿你我此生不悔，白头到老。你写的？是。啊。我不用你娶我了。你这还挺好的，不娶了。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好，谢谢啊。哎，见证属于他们的浪。
8年了，待在一起后呢，我发现他总是和微信里加陌生的女人聊天，我觉得他就是不真心真意和我在一起，而且他只顾着自己，根本不考虑儿女，对我的孙子呢也很冷漠。他很强势，一点事情就和我发脾气，有时还总让我滚，让我很没有安全感。而且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觉得多考虑自己也没有错。他的思想就是太传统了，总想着养儿防老。但孩子们都大了，自己能照顾好自己，我们也应该过个属于我们的2人世界。他这个样子呢，我真的没办法再和他在一起了。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我还是想和他好好的走下去，希望我们的矛盾可以在这里解决。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西洋恋人，来，掌声有请。男嘉宾陆先生62岁，来自湖南退休；女嘉宾张女士63岁，来自湖南退休。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都是因为这个到了一定岁数之后，老伴儿走了，所以你们重新开始了一段恋情，是这意思吧？是的啊。您几个孩子？1个儿子。1个儿子，结婚了吗？结婚了。抱孙子了吗？暂时还没有。哦，您几个孩子？我2个。当奶奶了吗？当了。恋爱有3年是吧？是的。满意他吗？开始满意，后来不满意了。哦，我看这个小片大概您的主要问题是说他跟别人聊天是吧？是的。啊，异性是吧？啊，在哪儿聊？手机里聊？手机里面。怎么发现的呀？有一次，我们2个人吵架了之后呢，他晚上好晚才睡觉，我就去看他，发现他女人聊天，聊得很暧昧的。哦，还很暧昧的。他说他是单身。我们也有孤独的时候吧，上网来聊聊天呢，可以和对方互相沟通呢。因为什么呢？不认识对方。所以我和他说什么都没有问题的啊？为什么不认识反而说什么都没问题呢？有些心里话可以从心里说出来。除了发现他跟这个陌生的女性暧昧的聊天之外，还有什么让您不满意的呢？上个月嘛，他发展到要和那个女的去见面了，他说这是他同学。即使你误解了，正好那天这个女朋友呢就打了个电话给我，打到中间的话就看到了他。看到他了，我就很紧张，就把那个电话就挂。不是你紧张啥呀？我知道他不能够有这个问题出现，有这个问题出现就不得了了。其实他就是我的同学。您这恋爱3年了啊，要么年轻人角度想，恋爱3年了嘛，至少自己身边圈子里的一些人大体都是认识的，对吧？是的。如果是您的朋友，大姐也应该认识呀。您他不认识，我们同学往来的还是很少的。但是后来我们2个正在吵，那个女的就打个电话过来了，我就接过来。那个女的就说：“刚才那个打电话的那个男是谁呀？”我说：“就是我的情人呀。”你当时为什么不问清楚了？不，他是什么同学的话，怎么不知道谁给他打电话？我也不知道，我也只听他说，究竟是不是这样说的，我也搞不清楚。所以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产生很多的误会，是吧？从网上聊天到大姐又发现了在生活里面跟您所说的这个女同学之间说不清楚的一点事儿，所以大姐心里是不舒服的，是吧？是的。除此之外，您还发现什么了？有一段的时间，有一个婚介所也打了电话来了，叫他去相亲。这是怎么说起呢？我们经常有矛盾嘛。有一次的话，在我们分开的时候，他也和人家去见面了嘛。我是跟他分手之后，我也还分过手啊？分了。什么时候分的手？分了好多次了。即使不是分，都是冷静。我们是说好了分手了，分手了之后，我心里不平衡。你能走，我难道不能走吗？我这么漂漂亮亮的一个女人，我房子也有，我车子也有，退休金什么东西我都有。有房有车。我也有啊，我也不是不缺什么。我就肯定我也想去找啊，是不？你真的我是不是比你好啊？你跟我在一起，你是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内，你再去跟另外的聊天。我是跟你分开之后，我再去找的人。怎么叫做分开了？你说我们分手了，其实根本就不是分开，你自己很清楚的。所以说，在这3年的恋爱过程当中，他是一种误解，就是有分分合合。哎，对，有分分合合。哎，对。但是您觉得感情还挺深的，是吧？就是您感受到的是他对您不是一心一意。还有啊，他对我的家人。他就说我不要把那个孙子带到跟前，说我们2个人好像是要过2人世界一样的了。电视里面有一个节目嘛，就是说都挺好，里面那个收太强，他就是自私自利，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的自私。哎，难道我们这个年纪自私不好吗？我们付出在先，享受在后。
这是您觉得不可理解哈？太自私了。肯定不行，因为我小孩我儿子媳妇他们都上班去了嘛，孙子就叫一个人在家里了啦，我心里肯定心寒啦，我肯定不舒服了啦。他对孙子怎么样？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可以。他的孙子就是我的孙子，我应该是看得很重的。还有一次呢，主持人呢。我孙子因为他爸爸妈妈上班去了嘛，他有时候一个小孩子有时候他需要买那个笔啊、书啊、本子啊，又要一点零用钱吧，我就给他20块钱，他就硬是从我孙子手上要过去了，说我不该把小孩宠坏了。你看，主持人说这对吗？小孩子这几岁，他的吃穿都要大人安排着，你还给钱给他？听明白，听明白了。我也没个多的钱，就是在对待于隔辈儿的态度上和教育上，你们是有分歧的，是吧？对，我们就是思想和观点。这我听明白了。还有，我孙子一直都是在我跟前长大的吧。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床上嘛，我孙子就肯定到我们床上来黏我，他就把那个酒了，就是这样把他拦了。你看我心里感觉到舒服吗？我是说小孩子应该懂规矩，是吧？从小我们应该要教育好。他铺上来什么地方都搞得，因为墙上的都去画。因为每个家庭的这个教育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或者叫亲密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哎，对。所以在你们这个岁数去融合这种方式，其实也挺难的。我们也不说谁对谁错。其实我们就是生活中的小事。我们不谈谁对谁错。在这个短片里面，我听到了您说到了什么养儿防老观念太传统啊，就是我听了一堆。您那什么意思？他只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因为他的儿女的话呢。不是像我的儿女的话，经常来看看他的儿女，根本就不来看他的。我们这个年纪的话，正是享天伦之乐的时候，你的小孩呢，经常看看我们心里是多么的高兴。而且你的儿子也不了解我这个叔叔究竟对你妈妈怎么样。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你对我的孙子，是这个样子，他们肯定对你肯定有一点意见，他经常跑到看你啊，看我啊。而且呢，以孙子为主。有一点可以讨好他们的话了，他就是思想，就是我将来还是要看儿子啊，就是怎么样了，甚至只要有一点点什么，他就哇就不得了了，就是这样的。您的意思是他对孙子太看重了，是这意思吧？他的爱不是在心里，他是在表面的。您的爱是在心里的。对，这是个观念上的冲突哈。刚才听您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两个孩子不太喜欢这叔叔，是吧？对他也肯定有意见了。当初接触的时候，就两个人怎么就看对眼了，就看上对方了呢？我们两个人性格爱好也要相同了。他的歌也唱得很好，而且他有一双很勾人的眼睛。他是个开心果，真的他开心果啊，他是个开心果。现在还是开心果吗？在我心里还是一样的，其实还是一样。但是我不开心了。你不开心了啊？你当时认识他的时候，他给你的是什么感觉啊？我也觉得他也是唱歌也可以啊，性格外向，他性格还是。
反正我不认识他，他又不认识我。咱俩互相不认识，您把您的秘密说给我听，跟我说说您的点秘密吧。我现在认识你了，我当面了。当面了还不行？对。啊，看来您的秘密还不是。网络它是虚拟的东西。啊，他可不背后可是真人。还有我上街啊，看到一件漂亮时装啊、漂亮衣服，我想买啊，他老是反对你。你看他这个衣服，那柜子都装不了了。哎呀，鞋子都真的装不了了。你让他买呗，花您钱了吗？虽然不是花我的钱，我也心疼啊。他的钱您心疼什么呀？因为我喜欢他，就是为了。你喜欢他，他买衣服他高兴不高兴？我肯定高兴了，那不就得了吗？他自己喜欢吗？也有个度嘛。人家就是小气，你就是抠。这也叫个抠嘛？该用的放使用，不该用的我们节俭一点还是好。你们俩现在钱混在一起花了吗？没有，各花各的。我还是每个月给金给他。一个月给多少钱生活费啊？1500啊。现在1500也不够花嘛，因为他家里儿子他们媳妇他们也过来吃饭嘛，我孙子也过来吃饭嘛，我们经常还要出去玩嘛，出去旅游嘛，都是我花钱了，他什么东西都不出了。这个男人浪漫吗？就是不浪漫。他还不浪漫啊？分手信都写了那么。因为你想自己衣服他都不肯啦，你想交朋友他也不允许你交这交那呀，老谁叫他不交朋友？他就是这个错误的理解。你们可以大家的，我是说你们可以淡一点。你看主持人嘞，他说这样管着我，你搞得我嘞，我的朋友，我几十年的闺蜜，他们都对我有意见了，都不和我玩了。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这分手信不都写了吗？不都不辞而别了吗？后来咋又回来了？这个事情要怎么说呢？即使我们说我们分分合合是很多回了。啊，也不是这么一次。对，这一次呢，每次都是谁把谁给求回来了，还是谁主动就回来了？这我是男人嘛，也还是大丈夫吧？就反正每次都是你自己又回来了，是吧？就是回来的话呢，也不是真心真意的回来。不是你不是真心真意，你回来干什么呀？这是这个有一点矛盾了。但是当时的话呢，是扯不清理不清的，看他能不能够人家不跟你过了，啊，不想跟你过了。但我还是想努力一下。不是我好奇啊，我很好奇啊。您看啊，他做什么事儿您都看不惯。您找一个跟您一样心思的大姐多好啊，这俩人多和谐呀。因为他的优点还是真多。他不就是一双勾魂的眼吗？都会唱首歌吗？其他优点我们都没听到了。那是刚开始，现在我们时间要1、2年多了。行，那他现在他有什么优点啊？他优点，我漂亮，直爽，我比你漂亮。是的，不同性别没法跨性别来比漂亮。他没有什么心机，他没心机的，他的社会经验很欠缺的，所以某些方面我只是指导一下，就是这的，告诫他一下，并不是看不惯。不是您别指导了，一个天天说分手，自己写了分手信就跑的男人，然后又灰头土脸的溜回来的男人，你给人指导什么呀？对吧？你一会儿听老师的指导吧。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陆大伯，你这么不断的告诉这些陌生的异性，你是单身，别有用心，他看得出，我也看得出。你这样的去聊天，他当然耿耿于怀了。另外，你刚才还问了个问题，到了你这个年龄，自私一点不好吗？我明确告诉你，不好。特别是你们都试图再度走进婚姻。如果你过度自私，你必然走不进这样的婚姻。我们确实看到生活当中老年人因为是再婚，对对方的儿孙指手画脚，这是非常不明智的。你们两个人的核心点是，我感觉谁都没有真心走进对方的内心。我们老年再婚，我们图的是生活相依，生命相依。到了这一个年纪，很多的物质的事情看淡一点，和生命相比，这些都是小事情。尤其是陆大伯，你不要为自己的自私找理由了。谢谢。好，谢谢波红修。其实到了这个年纪啊，一个人一种生活方式，况且已经这个岁数了，想要改变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我首先给二位提出你们的一个终极目标，就3个字儿：不委屈。就两个人在一起，我们图的是什么？不委屈你，也不委屈我自己。
陆叔，我觉得您啊，作为晚辈这么说不太合适，但是呢，我是觉得您是用这个巧舌如簧的方式包装了自己的虚伪，而且呢，您的那套理论啊，其实骗不了别人，我们在场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儿。况且呀，您也骗不了这个阿姨，人家只是不愿意揭穿你。您想想，您为什么不分手啊？1500元包吃包住包旅游，阿姨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差。您可能出去撒摸了一圈，对比了一下，觉得可能还是阿姨好，又回来了。您1次2次可以，但是您3次4次就伤人了，也伤心了。对。而且我觉得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双重标准。我看台本上写到说，您的孩子每次来到你们家里面，阿姨是做了一桌子的菜，来招待您的儿子和儿媳妇儿。可是阿姨的孙子来了呢，您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为什么您的家人是家人，阿姨的家人就不是家人呢？所以在这种双重标准下，阿姨就会极度的不舒服。所以就说到了我刚开始说的那3个字儿，不委屈。如果他觉得委屈了，那他就跟您过不下去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图的就是开心嘛，我们老来伴儿就是开心快乐，让自己的人生再找到另外的意义。其实真正离不开的人是您，不是阿姨，所以好好想想吧啊，叔叔。就说这么多，谢谢。好，谢谢常大老师。我现在听很多姑娘说，男朋友喜欢在网上和陌生的姑娘聊天，他可能年纪大一点就会好。现在从你身上发现，年纪大了也不会好。他对于你在爱情上面是没有责任感的，他对。谢谢大家。好，谢谢陆琪老师。你说他像苏大强，其实苏大强的3个特质他都有：自私、冷漠、吝啬。对。自己收着房租，花了1500跑你那儿，又吃又住。对。还拒绝你的家人进入你的家门。是。你哪有这个资格呢？那又不是你的房子，我根本不要住他那里的。那问题是你就住在他那儿，而且你3番5次走了又回，是你要住在人家那儿，不是人家邀请你，要不然你回去干嘛呀？咱一把年纪了，能不能不虚荣不虚伪啊？张阿姨，你的性格很好，你心里不记仇，简简单单，但是你有你的一根底线，就是你的底线是认为，我如果要再婚，至少我要找到一段属于我的真正爱情。但是他不是，有一些男人真的跟苏大强一样，老婆一死，哎呀，整个人放飞了，没人管呐，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我干什么都是应该的，我让子女们给我买房子，买什么都是应该的，我花子女的钱怎么着都是应该的，我苦了一辈子了，你不就这想法吗？对啊，苏大强就这个想法吗？对，你可以有这样的想法，没有问题。但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你口口声声说养儿不是为了防老，如果养儿只是为了防老，那你养来养去养的是你自己，那是自私的交换。但你这不就是养儿防老吗？你说我干什么都是应该的，我自私什么都是应该的，说白了，你才是养儿防老的实践者，而他还不是。他到这个年纪，还在为自己的子女考虑，为孙子考虑。我们不去说哪一种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只说哪种做法相对自私。所以我建议你们俩不合适，咱们就算了，没有必要纠结了，好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活出自己没什么错，别给别人添麻烦。您那些话，如果那是您没有过世的原配夫人，您说这些话一点毛病都没有。
那是他养育的儿子，他养育的孙子。您说那些话叫指手画脚。别说没再婚呢，就是你们领了结婚证了，你有了那个法律上保护你的名分，您说那话好像都不太合适。您没有养育，您没有付出。咱虽然到了一定的岁数，咱谈恋爱咱是自由的，但是希望您记住，生活里有些规范，咱还是遵守一下。一起进入真情60秒。亲爱的，其实我对你评价是很高的，你是个善良好女人，你心地善良，没有心机，在我心里我永远是爱你的，真的。希望为了我们能够改变一下生活的环境，我也会为你改变一切的，可以吗？你那个私聊啊、微信啊，你不改的话，我不能够接受的。还有对着我的亲人呐、朋友啊，你必须改。你不改的话，我难以接受。虽然我们有一点小打小闹，就是并不影响我们的爱情。我想我们一定会走下去的。看你的表现。来，我们打开爱的记忆箱，看看他们封存了一些什么内容。请开枪。大姐先说说陆先生放的是什么呀？又是乔和的信。啊，就特别喜欢写信啊。你念还是我念？你念，我普通话说的不好。亲爱的你好，我真的很爱你，真的，相信我吧，亲，回来吧，我这一辈子都会等你，回来吧，来，您那是什么呀？谢谢你。去年嘛，我们2个人一起到武夷山旅游嘛，我当时在那个旅游区看到就是这个项链嘛，又不贵又漂亮，我当时就想买下来，但是呢，他当时说我又要弄满东西了，我今天把这个东西拿来呢，我就想还是还给他吧，我要的呢是你真心实意的送你给我的礼物。啊，明白了，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当女人对男人喋喋不休地去强调一些错误的时候，男人最不应该做的就是不加思索地认错和道歉，因为那在女人看来都是轻视。女人在乎的所有问题，其实最后指向的都是希望被尊重。所以，真诚的态度是男人认错的重要基础。咱们来看看这对老年情侣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所以在他心里，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陪伴，在他的身边，即使这样，即使那样，对他来说都是好的。所以某些同志就抓住了别人这个弱点嘛，还聊不？改了。来，有请小花童，有请。这。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西凉恋人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亲爱的，我爱你。
都是最重要的。有网友提问说，我们结婚8年了，有3个孩子，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我的全部心血，可他却背着我和别人暧昧，回来还不知悔改，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首先是他做错了，不是你的错。其次，如果你说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可能是这8年来你无怨无悔，把所有的心血都奉献给了家庭，而忘了时时抬起头看看镜子中自己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再一次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